以前中國的宣傳部門總說一句話，想發財先修路，可到了今天，這句話已經被現實徹底改寫成了另一句，想還債先攔路。自從2009年燃油稅改革之後，中國國道整整免費跑了15年，收費站被拆掉，欄杆被推平，很多人真的以為這是一項寫進歷史的永久福利。可2025年一到，現實突然翻臉，河南、湖北、陝西、甘肅，一批又一批國道收費站重新立起，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憤怒，不是早就說好免費了嗎？燃油稅不是已經替我們把路錢交過了嗎？可比憤怒更讓人不安的是一個正在被驗證的事實：地方政府真的揭不開鍋了。過去是修路換發展，現在是攔路換活命。2009年，中國做過一次影響至今的重大改革——燃油稅改革。那次改革的邏輯很簡單，也很乾脆，不再到處設卡收費，不再借錢修路，收費還債，改成以稅代費。結果是什麼？你看到的世界突然輕鬆了，國道免費了，收費站拆了，跑長途不再提心吊膽，物流成本肉眼可見的下降。那一年，官方給出的承諾非常明確，提高燃油稅，用稅收長期穩定的養路。很多人也因此相信，這是一次制度升級，一次不可逆的進步，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減負。可15年後的今天，當收費站再次攔在國道中央，現實用最粗暴的方式告訴所有人一個真相：福利從來不是永久的，它只是被延期結算的賬單。而現在，這張賬單正在被重新遞回到每一個普通人手裡。現在，地方政府給出的理由聽起來非常專業。全國普通公路年度養護資金需求約6000億元，現有資金只能覆蓋一半，存在3000億元缺口。於是，一套熟悉的話術迅速鋪開：新能源車不交燃油稅，油車在養所有道路，養路錢不夠，只能收費。群眾要理解現實困難，然後輿論場立刻被點燃成了燃油車 vs 新能源車的內鬥現場。但我要直接說一句你可能不愛聽的，這是一場被精心設計的群眾鬥群眾。我們只算一筆最基礎、最不需要專業背景的賬。燃油稅一年收多少？約1.2萬億元人民幣。這個數字不是猜的，是財政口徑裡的常年水平。那養路一年要多少？6000億元。也就是說，只拿出燃油稅的一半就夠全國養路。問題來了，那另外6000億去哪了？你看到了嗎？這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，這是錢有沒有用在該用的地方的問題。就像家長跟你說，沒錢交學費了，可你一查賬，發現工資一分沒少，只是被拿去統籌安排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2009年的燃油稅改革並不只是多交點油錢，它背後有一整套設計。原來的過路費、養路費等6項行政規費取消，燃油稅提高，統一由石油企業代徵，稅收併入中央財政，再通過轉移支付返還地方，專門用於道路養護。文件裡寫得非常漂亮，還有一個聽起來極其嚴謹的說法：4不變原則，資金屬性不變，用途不變，預算程序不變，地方事權不變。聽上去簡直是原湯化原食，但問題恰恰出在4個字上：統籌安排。燃油稅這些年發生了3件事：第一，稅率多次上調，油價漲不漲另說，稅是實打實往上加；第二，燃油稅是代徵稅，石油企業代收，順手還帶走了增值稅一起漲；第三，新增稅收不再完全專款專用，
名義上主要用於公路養護，實際上可以被用於農業補貼、異地轉移支付、全國財政平衡，甚至新的道路建設。結果就是錢越來越多，賬卻越來越糊。你只知道你在交稅，但你不知道這筆錢還會不會回到你腳下這條路上。所以真問題不是電車不交稅，如果真的是養路錢不夠，第一個該被追問的問題只有一個，那一年1.2萬億的燃油稅到底去哪了？可這個問題沒有官方細賬，沒有公開比例，沒有明確交代。於是一個更危險的信號浮出水面，如果連養路這種最剛性、最基礎的支出都要重新靠設價收費來解決，那地方政府缺的就絕不只是3000億，真正的大坑還在後面。先看一組冷冰冰的數據：2012至2022年，全國公路總里程10年新增112萬公里，平均每年11萬公里。什麼概念？相當於每天修300公里路，連續修10年。而國道更是直接進入大躍進模式。2014年國道里程不到18萬公里，2016年猛增到35.4萬公里，3年翻倍。你以為這是國家統一出錢？錯，這正是問題的開始。很多人有個誤解，國道等於國家全額買單，現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。中國國道建設的資金來源通常是3塊拼盤：一、中央補貼一部分；二、地方財政資金；三、地方融資、銀行貸款。而這3塊裡最重的永遠是第3塊。和美國洲際公路那種聯邦出90%、州出10%的模式不同，中國國道的央地出資比例高度靈活，也高度模糊。一句話總結就是：政策在上面，債務在下面。在地方政府的賬本裡，國道工程是典型的重資產項，單條動輒幾十億、上百億，貸款佔比常常過半，有些地方甚至含債量超過70%。這類項目裡，少部分能裝進專項債的框框，更多的是通過城投平台、銀行貸款、擔保、兜底、互保、7折8繞搞出來的融資。土地值錢的時候，土地做抵押；土地不值錢了，就靠地方政府信用硬扛。反正項目名字前面有個國字，銀行敢借，地方敢上。很多人以為地方債都是房地產搞出來的，這是個巨大的誤判。在地方專項債裡，道路、交通基礎設施才是真正的吞金獸。一個數字很說明問題：2020年，地方專項債中用於交通基礎設施的佔比高達80%，不是教育，不是醫療，不是民生，是路。為什麼？因為路投資額大，週期長，見效慢，但政治正確，容易批，好包裝。一句話，好上項目，不好算回報。當年修路靠信心，現在還債靠命。修的時候有一套萬能話術，要算社會效益的大賬，不能只看經濟回報。這是戰略工程，站位要高一點。可問題是，銀行不看站位，只看利息。10年過去了，路通了，政績兌現了，可債務週期到了。這時候，地方政府面對的是3重絞殺：一、土地財政崩塌；二、稅收增長放緩；三、債務利息剛性兌付。而與此同時，道路養護費用還在年年上漲。於是真相終於露出來了，所謂3000億養護費缺口只是借口，真正壓死地方的是萬億級修路債。收費站為什麼非要復活？
因為地方政府發現一件殘酷的事：稅已經被收走了，地已經不值錢了，債必須要還，路不能停養，那還能怎麼辦？只能重新把收費權撿回來。這是地方政府最後還能直接抓在手裡的現金流工具，不需要重新立法，不需要複雜改革，只要把15年前拆掉的欄杆再裝回去。誰來買單？答案很簡單，每一個中國人。別以為這是車主的事，別以為你不開車就安全。國道收費意味着什麼？物流成本上漲，農產品運輸變貴，工業品成本上升，物價全面抬頭。房價漲，你可以選擇不買；路費漲，你連選擇權都沒有。這是最硬、最剛性的成本傳導。回頭看這整件事，荒誕的讓人笑不出來。第一次，你通過燃油稅已經為道路買過單；第二次，你還要在國道上再掏一次錢。這不是新能源車的問題，也不是油車的問題，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：權力和錢往上收，責任和債往下壓。修路的決策不在地方，借錢的主體卻是地方。稅收上繳了中央，養護和還債卻留給地方。最後，地方沒路走了，只能攔你的路。國道收費復活不是一個孤立事件，它是一個信號，地方財政真的到極限了。任何曾經取消的收費都有可能回來。在財政緊張的年代，沒有一根羊毛是安全的。下一次，會不會是別的免費被重新定價？這個問題比過路費本身更值得每一個人警惕。